穿越斗罗成了圣魂村最不起眼的平民孤儿。我没系统，没老爷爷，没先天满魂力，开局还自带父母双亡套餐。别人穿越不是神王起步，就是外挂起脸。我倒好，只能把这片玄幻大陆当成一场最难的晋升考验。可我一点都不慌，只因我很清楚，斗罗大陆在弱肉强食，也是真能成神永生的地方。只要能觉醒魂力，我就有资格踏进魂师世界，哪怕只是蓝银草，我也要把它卷成神级武魂。此时天还没亮，我已经绕着圣魂村跑完最后一圈，弯腰压腿，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。我叫林轩，魂穿斗罗已经3年，这3年里我没有宏大的野心，不想争霸天下，不想跟武魂殿掰手腕，更不想一上来就碰瓷唐三。美色、财富、全是这些东西，成神以后自然会来，现在拿命去抢，纯属脑子进水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觉醒魂力，成为魂师，稳稳拿下斗罗大陆这份永生编制。可现实很骨感，我穿越过来3年，除了一个孤儿身份，啥都没有，没有系统弹窗，没有戒指老爷爷，没有特殊体质，连先天满魂力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我就是圣魂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。好在我心态还行，没有外挂，那就靠汗水应对。我隐约记得强健体魄或许能帮魂力觉醒，哪怕希望只有1/1000，我也不想放过。于是我成了圣魂村2大奇葩之一，另一个自然是唐三。唐三每天起早贪黑，神神秘秘，总往没人的山坡钻，眼神里还藏着不符合年龄的老成，一看就不像正常小孩。而我走的是另一种画风，每天鸡还没叫，我就绕村晨跑，白天不是俯卧撑，就是在院子里折腾各种怪动的。村里的孩子笑我瞎忙活，我也懒得解释。其实我也想练点高深武学，可前世的我只是个怕苦怕累的废柴大学生。武术社团招新时，我一听站桩、劈叉，肌肉酸痛，当场溜得比兔子还快。这辈子空有变强的心，偏偏没有武学底子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年被迫学过的广播体操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广播体操拆成一个个动作，配上跑步、俯卧撑、拉伸，硬生生把一双小短腿练得倒腾飞快。3年下来，我的身体素质远超同龄孩子。有人好奇，我就搬出素云涛。当初武魂殿执事素云涛来村里巡查，我专门装成懵懂小孩，缠着他聊了几句。在我的引导下，他随口夸过一句：强健体魄是修炼基础。有了武魂殿执事的官方背书，村里人立刻信了，不少家长还逼自家孩子跟我练，可惜没一个能坚持3天，毕竟天不亮就跑圈，烈日下练俯卧撑，寒冬腊月还要拉伸，这玩意成年人都顶不住，更别提贪玩的孩子。唯有我，为了素云涛那句随口认证，为了给自己挣出一条魂师路，硬是坚持了3年，刮风下雨没停，寒来暑往没断。我对此很满意，低调不惹事，慢慢积累实力，这才是平民开局的正确活法。至于唐三，我心里门清，那家伙外挂在身，背后还有唐昊这个封号斗罗暗中兜底，根本不是现在的我能招惹的。我甚至怀疑唐昊早就察觉了唐三的异常，一个封号斗罗的感知有多恐怖。唐三那些远超常人的沉稳、熟练厨艺、偷偷修炼的唐门绝学，真能瞒住唐昊？恐怕唐昊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摇摆，暂时没戳破罢了。所以我和唐三保持距离，不抱大腿，不蹭玄天功，更不主动刷存在感，真当唐昊是摆设。而且唐三把玄天宝路护得跟命根子似的，哪可能随便外传？大家都是穿越者，我心里也有傲气，没必要去跪别人。我刚压平气息，准备拉伸韧带，不远处的小山坡突然窜下一抹瘦小身影，那人动作灵活得像猴子，脚步轻快，从我身边掠过，连个眼神都没给，径直朝村里跑去。正是唐三，还是这么冷。我耸了耸肩，继续拉伸。唐三看不上村里的土著，我也没兴趣热脸贴冷屁股。我没注意到跑远的唐三回头瞥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我花里胡哨的拉伸动作上，眼底闪过一丝不屑。最初他确实怀疑过我也是穿越者，毕竟我从一个普通小孩突然变得极度自律，训练动作又奇奇怪怪，不像这个世界该有的东西。可暗中观察几天后，他彻底放心了。在唐三眼里，我就是个啥都不懂的土著，跑步姿势稀烂，训练动作五花八门，大多是白费力气。他随便拿一本唐门外门功法，都比我练得强出无数倍。作为村里齐名的2个怪小孩，唐三从心底瞧不上我，什么东西也配合他并列。看到村里升起炊烟，唐三表情微变，脚下更快，转眼消失在巷口。我没管他，以后只要成了魂师，战斗肯定少不了。除了体魄，柔韧性也很重要，能让我在战斗里更灵活，少受点伤。反正我也没别的能练，只能把基础做到极致。拉伸结束，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上山，把前几天砍好的柴背回去，晨曦洒在身上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作为孤儿，我没接受村里集体抚养，老杰克村长心善，帮我把父母留下的10几亩地托给村民打理，我自己则化身小包租公，每年收一部分粮食当租金，多余的粮食拿去镇上卖，还能换些零钱。3年下来，钱不算多，却够我生活，也能买点营养品补身体。一路遇到早起村民，我都会停下脚步，乖巧打招呼，嘴甜手勤懂事，这是平民孤儿最好的保护色。在我看来，想从平民爬进魂师圈子，不光看实力，人脉也很关键，能不得罪人，就别给自己添敌人。推开自家院门，里面立刻热闹起来，一头肥猪哼哼唧唧拱着猪槽，10几只鸡围过来咯咯叫，像是在欢迎我回家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，猪和鸡能给我提供蛋白质，养大了还能换钱。为了锻炼身体，积累本钱，我把能想到的事全做了。刚开始一个人做饭，照顾家禽确实很狼狈，可我从不抱怨，只要坚持到武魂觉醒，一切就都值了。
了，老杰克已经通知我，再过2天就是武魂觉醒的日子。这日子一到，我现在这种生活很可能彻底过去。如果不能觉醒魂力，那我干脆想办法重新穿越到玄幻世界，还不给修炼机会，那不如别穿。我熟练的把猪食倒进草里，看着肥猪狼吞虎咽，忍不住咽了口水。等觉醒完武魂，去魂师学院前，这头猪正好卖掉，能换学费和路费。喂完猪，我又去鸡窝捡鸡蛋，今天运气不错，5个鸡蛋刚好够1天补充。生火、淘米、煮粥，我动作熟的不像6岁孩子。炊烟从烟囱飘起，小院里满是烟火气。我坐在灶台边，看着跳动的火苗，心里全是期待。还有2天，只要再等2天，我就能觉醒武魂。只要能有魂力，我通往魂师世界的路就算正式开跑。斗罗大陆的永生编制，我势在必得。我握紧小拳头，眼神发亮。上一世我碌碌无为，这一世我要成神，要永生，充足营养当底子，成神信念当燃料。我硬是活成了圣魂村家长嘴里的别人家孩子。虽然日子不轻松，却被我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至少没背一屁股债。在村民眼里，一个孤儿能养活自己还能攒钱，已经很离谱了。2天转眼过去，这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出门锻炼，而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换上最体面的衣服，一顿豪华早餐下肚，2个鸡蛋配杂粮粥，还有1小碟腊肉。吃完我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望着村头。今天是武魂觉醒的大日子，比前世等高考分数还刺激。要不是老杰克特意交代在家等，我恐怕天刚亮就蹲到觉醒室门口了。终于在我望眼欲穿时，老杰克拄着拐杖慢悠悠走来。村长爷爷，您可算来了！我蹭地跳起来，小跑迎上去，声音里的激动根本藏不住。老杰克看着我这副样子，笑得眼角皱纹挤成一团。小猴崽子，急坏了吧？我挠挠头，嘴硬开口，也没那么急，不急就好。老杰克摆摆手，按往年规矩，魂师大人要先去别的村，轮到咱们圣魂村差不多得中午，去早了也是白等。他特意来接我，就是怕我傻乎乎跑去蹲点受累。他清楚我的难处，一个孤儿打理家业比同龄孩子辛苦多了。我吐了吐舌头，主要是太期待了。老杰克笑得更慈祥，傻孩子，哪个孩子到这时候不期待？走，咱们先去接小三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连忙扶住老杰克的胳膊，听到唐三这2个字，我眉头轻轻一挑，很快恢复正常。村里其他孩子都有父母送去觉醒，只有我和唐三情况特殊，我是孤儿。唐三虽然有唐昊，可唐昊整天酗酒，靠不靠谱全看天意。老杰克多照看我们俩也算正常。我们慢慢走到村头一间破旧铁匠铺前，要论圣魂村热门人物，我和唐三绝对霸占前2，只是我俩日子差得太远。我虽是孤儿，却靠父母留下的田地当起小包租公，加上嘴甜手勤，小日子过得比不少有父母的孩子还滋润。唐三这边就惨多了，明明唐昊会打铁赚钱，却把家过成了一团糟，铁匠铺乱七八糟，院里堆着废料，连门都破得像随时要散架。老杰克看着这场面，忍不住摇头。换成以前，他或许只会念叨唐昊，可见过我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后，对比就更明显了。唐昊打铁不勤快，小三也该帮衬些，至少收拾屋子。老杰克站在门口，提高嗓门：“小三在家吗？”屋里很快传来急促动静。来了。我透过门缝瞥见唐三先回头看向角落里醉醺醺的唐昊，眼里带着恳切。唐昊不耐烦地摆手：“去吧。”我心里一动，唐昊对唐三的搓磨未必全是消沉，一个封号斗罗真察觉不到唐三的异常，远超同龄人的沉稳熟练厨艺，偷偷修炼的紫极魔瞳和鬼影迷踪，只要唐三练，就很难瞒过唐昊。也许唐昊早就在怀疑这具身体里的灵魂并非原本的儿子，可那张脸又像极了自己，他狠不下心，只能借酒麻痹，用冷漠遮住内心挣扎，这才造就了唐三看似苦难的童年。我刚穿越时也狼狈过，连火都生不好，要么去邻居家借火，要么小心存火种，做饭灰头土脸，喂猪喂鸡也出过岔子，都是后来慢慢摸索，才有了如今这份熟练。好在我用了3年时间过渡，让村民潜移默化接受我的改变，连唐昊都没对我起。唐三推门跑出，看见老杰克和我，直接无视我，只朝老杰克乖巧点头。老杰克看着他单薄的衣服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唐三比村里不少孩子懂事，只是和我比起来，总少了几分烟火气。我和唐三对视一眼，谁也没搭理谁。我有自己的骄傲，不想热脸贴冷屁股。唐三从心底瞧不上土着小孩，也懒得和我交流。老杰克看着我们俩，轻轻叹气：“走吧。”不得不承认，老杰克当了20多年村长，时间掐得很准。我们刚到觉醒室门口，就见素云涛几个起落，身姿矫健的出现在眼前。这次圣魂村参与觉醒的孩子共有9个，加上我和唐三，队伍排得整整齐齐。素云涛和老杰克简单交流后，推开觉醒店大门，朝孩子们挥手：“都进来吧。”大门关上前，老杰克还扒着门缝叮嘱：“孩子们一定听素云涛大师安排，不许调皮。”我回头摆摆手：“村长爷爷，我记住了。”心里的期待值已经拉满。素云涛很快布置好觉醒仪式，转身看向我们：“好了，谁先来？”6枚觉醒石已经摆好，淡金色光晕在石面流转，整个店内气氛一下子紧绷起来。其他7个孩子你推我搡，眼里既好奇又害怕，目光不自觉避开角落里的唐三。唐三身形瘦弱，脸色蜡黄，性子孤僻，自然被挤到了后面。我的待遇完全不同。3年来，我为了武魂觉醒付出的努力，整个圣魂村有目共睹。天没亮就跑圈，烈日下殿俯卧撑，寒冬腊月也不偷懒。村里家长常拿我教育自家孩子，林轩这么拼，他要是觉醒魂力，那就是活该。所以此刻，我几乎被众望所归的推到了最前面。我先来，我没有犹豫，大步走到觉醒石中央。3年的期待和执念全压在眼底，连素云涛都愣了一瞬。他觉醒过无数孩子，还是头一次见这种狂热眼神。我心里也有小算盘。3岁那年，我借着孩童懵懂，
缠着素云涛聊过武魂和魂力，他当时随口点拨了几句，可他接触的人太多，早就忘了我这个小萝卜头，更不清楚我拿着他的随口一句糊弄了多少村民。素云涛被我盯得有些不自在，清了清嗓子，站好，别动，接下来我会释放武魂，过程中可能有轻微震动和不适，别害怕。话音落下，他直接开启武魂附体，他的身躯骤然膨胀，体表覆盖灰褐色毛发，面部线条变得锋利，一双眼睛泛起幽光，身后一头人立而起的狼形虚影缓缓浮现，獠牙外露，威势逼人。更扎眼的是，他脚下升起2枚魂环，一白一黄，缓缓旋转，魂师威压瞬间铺开。哪怕素云涛已经刻意压制，武魂附体那一刻还是掀起劲风，伴着低沉狼嚎，震得店内灰尘簌簌落下。另外7个孩子吓得脸色发白，有2个胆小的直接哭了出来，连一直故作镇定的唐三都瞳孔一缩，脚下悄悄退了半步，眼底闪过警惕。唯有我没有半点害怕，我死死盯着素云涛身上的魂环和狼形虚影，呼吸都急了。这就是魂师的力量，这是通往永生编制的钥匙。3年辛苦，无数日夜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我甚至能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，像是在回应这股威压，热血沸腾，肾上腺素飙升。素云涛注意到我的反应，反倒乐了。见过期待觉醒的孩子，可像我这样不怕还满眼向往的，他真是头一回碰见。小朋友，你很不错，如果能觉醒魂力，以后一定能成为强大的魂师。我仰起头，语气坚定。我也这么觉得，这份自信不是凭空来的，而是3年汗水浇出来的底气。要是我这么努力还觉醒不了魂力，那只能证明我和斗罗大陆没缘分。转头就尝试去别的世界，穿越玄幻世界却不能修炼，真不如重开。素云涛收起笑意，把魂力注入觉醒石，6枚觉醒石同时爆发金光，无数细小光点从石缝里涌出，像漫天星辰一样笼罩住我的身体。我好奇地看着周身光点，眉头却慢慢皱起。原著里武魂品质越高，觉醒光点越密集。唐三觉醒蓝银草时，金光几乎把整个人淹没，可我身边的光点虽然不少，却只是稀疏萦绕在体表，像披了层薄金纱。这表现离顶级武魂明显差得远，难不成我的武魂品质很一般？我心里有点发沉，但很快压下去。不管什么武魂，只要有魂力就行。和我的失落不同，素云涛眼里已经泛起惊喜。他身为26级大魂师，对魂力感知很敏锐。金光亮起那一刻，他就察觉到我体内有魂力回应，而且波动不算弱，至少2级魂力。在普通村落里，能觉醒魂力的孩子本就凤毛麟角，1级魂力都能算天才，2级已经相当不错。素云涛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兴奋，伸出右手，我照做，温暖力量顺着4肢百骸汇聚，最终涌向掌心。我下意识沉下心神，同时悄悄感知全身。顶级武魂不敢奢望，可要是双生武魂或者本体武魂，那也血赚。双生武魂不用多讲，本体武魂哪怕前期弱，后期也能2次觉醒提升品质。既然都到了这个世界，我还怕搏命吗？可惜无论我如何感知，体内暖流始终只有一股，稳稳凝聚在右手掌心，没有半点分散迹象。下一秒，柔和蓝光从掌心迸出，一枚嫩芽缓缓钻出，快速生长，舒展叶片，最后变成一株小巧玲珑的蓝银草。这株蓝银草和野外常见或不同，叶片厚实饱满，边缘带着淡淡银边，纤细却挺拔，在蓝光映衬下泛着晶莹光泽，还散着淡淡草木清香。当观赏植物倒是挺别致，可看清武魂那一刻，我嘴角还是抽了抽。蓝银草果然是斗罗大陆标配废武魂开局，好在我早有心理准备。穿越3年，我设想过无数可能，连蓝银草路线都规划了好几条，从普通蓝银草到蓝银皇，从控制技到强攻系，每一步都有备选计划。废武魂成长之路注定更坎坷，可只要有武魂，有魂力，我就有信心一步步走下去。这就是穿越者的底气。素云涛脸上的兴奋淡了几分，满是惋惜，怎么会是蓝银草呢？蓝银草几乎没有战斗力，就算有魂力，未来上限也很有限。他还是尽职尽责，从怀里取出拳头大的水晶球，递到我面前。孩子，沉下心神，把武魂收回去，再把手掌放到水晶球上测试魂力。我点头，集中精神和蓝银草建立联系。蓝光收敛，蓝银草化成光点融回体内，掌心只剩一丝草木清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右手按在水晶球上，刹那间，灰白水晶球猛地亮起蓝光，光芒迅速攀升，1层、2层、3层，蓝色光晕稳定停在第3层，明亮又纯粹，把我的脸映得格外清楚。魂力3级，素云涛下意识提高音量，眼里的惋惜瞬间变成惊讶。3级魂力，以一个蓝银草武魂来看，已经远超预期。很多品质不错的武魂，先天魂力也不过1、2级，3级放在诺丁城周边村落，足够当成天才。素云涛握着水晶球，目光在我身上来回扫，神色越发复杂。这不是普通的1级、2级，在边陲小城，先天3级魂力只要肯踏实修炼，未来冲到魂宗并非没机会，甚至能竞争城主位置，那可是实打实的贵族身份。偏偏我的武魂是蓝银草，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素云涛惋惜的快意出来，哪怕是镰刀、锄头这种农具武魂也好，偏偏是蓝银草这种没战斗力的废武魂。我站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疯狂翻白眼。好家伙，果然是铁打的素云涛。流水的废武魂评价，有素云涛这份特殊认证，我以后要是不闯出点名堂，都对不起他今天这句废武魂评价。我这3级蓝银草就让他惋惜成这样。等会儿唐三那先天满魂力蓝银草一出场，素云涛估计会被震得半天缓不过神。吐槽归吐槽，表面上我还是乖巧开口。素云涛大师，我的武魂觉醒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当然成功了。素云涛回过神，连忙收起惋惜神色。他想起我刚才眼里的炽热，生怕打击我，语气都温和不少。恭喜你，孩子，你已经拿到通往魂师世界的入场券，只要以后勤加修炼，迟早能成为我这样的魂师，甚至超过我都有可能。这话倒是真心的。他虽然觉得蓝银草上限不高，可3级魂力摆在这，只要肯努力，
力，混个魂尊魂宗应该不难，比绝大多数普通人强多了。顿了顿，他照例发出武魂殿邀请：你既然觉醒了魂力，天赋也不错，要不要考虑加入武魂殿？我们会提供修炼资源，还有专业老师指导，比你自己摸索强得多。我心里早有打算，故作好奇：素云涛大师加入武魂殿以后，是不是就得去武魂殿的学院学习？没错，素云涛难得耐心解释，像我这种先天3级及以下魂力的孩子，会先进入武魂殿开设的初级魂师学院，接受系统教育，后面再根据天赋转入中级或高级学院。如果天赋稍差，毕业后也能成为武魂殿执事，去各地负责武魂觉醒之类的事务，也算体面差事。我听完心里立刻有数，武魂殿学院这模式简直就是国办铁饭碗，进去以后就等于绑定武魂殿，只能按安排走，更别提转学，恐怕退学都不容易。我现在是蓝银草，未来必须走差异化路线，甚至要用一些超越这个时代的知识和方法。要是被一个势力绑住手脚，后面会很麻烦。我挠挠头，装作不好意思，抱歉啊，素云涛大师，我暂时不想加入任何魂师势力，我想先当自由魂师，自己慢慢摸索。素云涛也没强求，毕竟蓝银草潜力有限，邀请我更多是例行公事。他取出一张泛黄宣纸，又拿起毛笔，名字、年龄，我配合报出信息。素云涛很快写下林轩，6岁，武魂蓝银草，先天3级魂力，最后盖上执事印章，正式的武魂觉醒证明完成了。他把纸递给我，拿着吧，以后去魂师学院报名用得上。你先出去等着，别走远，等所有孩子觉醒完，我还有事交代。谢谢素云涛大师，我接过证明，小心叠好放进怀里，心里却有点遗憾。我还想留下看看唐三觉醒时会不会露出左手昊天锤，没想到得先出去，看来这是觉醒规矩，我也不好硬赖着。推门离开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素云涛已经叫下一个孩子上前，神情依旧专业认真。同一瞬间，我的目光和队伍最后的唐三撞上，唐三眼神深沉，带着一丝探究，我只淡淡扫了他一眼，便收回目光。大门吱呀一声关上，将店内店外隔开。我刚走出门，就被外面等候的村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像第一个冲出高考考场的学生，瞬间成了全场焦点。村民们踮着脚，伸长脖子，七嘴八舌的围上来。小轩，怎么样？觉醒武魂了吗？有没有魂力？素云涛大师给你开证明了吗？长辈们太热情，我一时都不清楚先回应谁。就在我手足无措时，威严的怒喝响起：都给我闭嘴！吵什么吵？老杰克一发火，嘈杂人群瞬间安静，村民们自觉让开一条路。老杰克拄着拐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目光第一时间落在我怀里露出的觉醒证明上。这东西他太熟了。圣魂村虽然名字里带圣魂，可多年没出过魂师苗子。他当村长20多年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村里再出一个魂师，让圣魂村名副其实。小轩，你是不是觉醒出魂力了？老杰克声音发颤，双手都在抖，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再看周围村民好奇又羡慕的目光，我笑了笑，没有隐瞒。先天3级魂力在普通人眼里算天才，可在顶层势力眼里不值一提，没必要藏。我取出觉醒证明递给老杰克，觉醒了，武魂是蓝银草，先天魂力3级。话音落下，人群直接炸了。村民们不懂武魂品质，只听得懂魂力2个字，那是成为魂师的通行证，是他们一辈子摸不到的门槛。下一秒，各种夸奖像不要钱一样砸过来。我就晓得小轩这孩子从小懂事，每天起早贪黑锻炼，能觉醒魂力一点都不奇怪。可不是吗？谁家孩子能像他这样自律3年？早清楚锻炼真有用，我当初拼了命也得逼我家虎子跟着练。有人羡慕，有人懊悔，几乎所有村民都认定我能觉醒魂力，全靠3年坚持锻炼。那些当初放任自家孩子放弃的家长，此刻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我被围在中间，一边笑着感谢，一边暗暗庆幸，还好我早用锻炼辅助觉醒这个借口打好预防针。现在所有人都把成功归结于努力，不会怀疑我穿越者身份，更不会盯着蓝银草深挖。接下来每隔一会儿就有孩子从觉醒殿出来，他们大多垂头丧气，显然没觉醒魂力。有我这个成功案例在前，没觉醒的孩子更惨。家长们顾着公共场合不好发作，纷纷拉着孩子往家走，远远还能听见训斥和哭声。你看看人家林轩，同样6岁，人家3级魂力，你连魂力影子都没摸到，早让你跟着锻炼，你偏偷懒，回家我再收拾你。整天玩泥巴，一点正事不干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没想到自己还成了村里的励志模板，只希望那些孩子以后别恨我。很快，外面只剩我和老杰克。老杰克攥着我的证明，脸上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下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咱们圣魂村终于又出了魂师苗子。小轩，你真是咱们村的骄傲。我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我只是蓝银草，虽然我相信能培养起来，可现在确实算不上什么顶级天才。村长爷爷，我才3级魂力，武魂还是蓝银草，没那么厉害。老杰克立刻板起脸，能觉醒魂力就已经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强太多了。蓝银草怎么了？只要肯努力，一样能成为强大魂师。我心里一暖，比起素云涛的惋惜，老杰克这种不懂武魂体系的朴素鼓励反而更真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觉醒殿大门打开，素云涛带着唐三走了出来，他的脸上挂着掩不住的遗憾，表情像刚吞了黄连。9个孩子，3个蓝银草，一个没魂力，一个3级魂力，还有一个更离谱，竟然先天满魂力。这圣魂村干脆改名蓝银村得了，顶尖天赋配上废武魂，简直暴殄天物。我的3级蓝银草，素云涛还能勉强接受，唐三的10级蓝银草直接让素云涛的认知差点崩开。老杰克一看到2人手里的证明，脸上皱纹都笑成花。素云涛大师，您出来了。没想到咱们圣魂村一下出了2个有魂力的孩子，真是祖宗保佑。他心里已经盘算好，村里的攻读生名额给我，我是圣魂村原住民后代，根正苗红。至于唐三，可以去邻村借名额，反正素云涛刚才提过，其他村没觉醒出魂力的孩子，想来不难办。素云涛叹了口气，语气复杂，确实该恭喜你，尤其是唐三，先天满魂力，100年难遇。只可惜2个孩子武魂都是蓝银草，
废武魂，太可惜了。老杰克脸上的笑容一僵，连魂师大师都觉得是废武魂，那肯定不妙。刚才的激动立刻被泼了一盆冷水，两人又寒暄几句。老杰克热情邀请素云涛留下吃饭，被素云涛婉拒，他还要赶下一个村子，很快便转身离开。看着素云涛远去，老杰克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失落，转头看向我和唐三、小轩、小三，你们别往心里去，武魂是蓝银草也没什么，好歹觉醒了魂力，能成为魂师，就比普通人强太多了。爷爷保证，无论如何都会送你们去魂师学院学习。唐三点了点头，目光不经意扫过我，眼底依旧带着一丝高高在上。同为蓝银草，他先天满魂力，我只有3级，这差距足够让他轻视我。而我此刻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抱着肚子，看起来像失魂落魄。唐三见状，心里更得意，估计在他看来，我是被他的天赋打击到了，可他压根不清楚，我不是难过，我是饿得快撑不住了。一股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包住了我，肚子空得像被掏干，比平时跑10公里还难受。我皱了皱眉，大概是觉醒武魂消耗太多能量，毕竟能量守恒，魂力和武魂显现总得有能量支撑。好在快到中午，应该不用饿太久。老杰克摸了摸唐三的头，小三，你先回家，把好消息告诉你爸爸，爷爷和小轩聊几句。唐三乖巧点头，很快离开。他多半以为老杰克要安慰我，心里正急着回去向唐昊展示先天满魂力。等唐三走远，老杰克拉着我的手，语气温和，小轩啊，爷爷明白你心里不好受。小三是先天满魂力，你天赋确实不如他，但你别灰心，你是咱们村自己的孩子，村里的攻读生名额我给你留着，你家里的田地和家禽，爷爷也安排人帮你打理，你只管安心准备，3个月后去诺丁学院好好学习。他顿了顿，眼神越发慈祥，天赋差点没关系，以后在外面待不下去就回村里，爷爷养你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老杰克误会了，不过我懒得解释，正好借这个由头赶紧回家吃饭。谢谢村长爷爷，您放心，我没事。我努力挤出感动表情，微微弯腰，下一秒转身就像一阵风冲了出去。我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3年晨跑不是白练的，我速度快得惊人，转眼消失在老杰克视线里。老杰克看着我的背影，轻轻叹气，这孩子明明心里难过，还硬撑着。他拄着拐杖，慢慢朝唐三家走去，而我一路狂奔回家，推门直奔厨房。我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备好1天主食，此刻柜子里还放着一大碗凉馒头，每个拳头大小，用料扎实。我顾不上凉不凉，噎不噎，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，再灌1碗凉白开。7个大馒头下肚，肚子里总算有了一丝饱腹感，可饥饿感依旧没完全消失，只是稍微缓解。不会吧，这也太能吃了！我嘴角一抽，既惊讶又兴奋，难不成我觉醒的不是蓝银草，而是饕餮武魂？或者这就是我的金手指？如果真有饕餮体质，以后修炼不用担心能量不足，那可就血赚了。不过现在不是畅想的时候，我得先填饱肚子。目光落到院里的10几只鸡身上，我眼神一热，很快又摇头。距离开学还有3个月，这些鸡每天能下蛋，是重要蛋白质来源，现在杀了吃，后面就没补充了，总不能坐吃山空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挽起袖子，开始和面蒸馒头，和面、发酵、上锅，我动作熟练的像小厨师。我倒要看看自己这饭量到底大到什么程度，可别最后连自己都养不起，那就真成笑话了。与此同时，唐三回到铁匠铺，唐昊依旧躺在角落破床上，满身酒气，睡得昏昏沉沉。唐三走到床边，声音难掩兴奋：“爸爸，我觉醒武魂了，是蓝银草，而且是先天满魂力。”他原以为唐昊至少会有点惊讶或欣慰，可唐昊只是翻了个身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清楚了。”唐三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心里满是失落。父亲一直冷淡，他早有准备，可自己觉醒先天满魂力，父亲还是这副样子，他难免难受。犹豫片刻，唐三咬牙抬起左手，黑色光芒一闪，一柄小巧玲珑的锤子出现在掌心，锤头漆黑，带着淡淡威压，正是他的第2武魂昊天锤。他清楚这柄锤子才是真正底牌，可只要能引起父亲注意，他愿意拿出来。果然，昊天锤出现的瞬间，唐昊猛地睁开眼，浑浊眼眸中闪过锐利光芒，死死盯住唐三掌心的锤子，酒气仿佛瞬间散了大半。唐昊声音带着颤意，震惊、欣慰、痛苦全在他眼底翻涌。唐三心里松了口气，他赌对了。唐昊一反常态，上前一步，直接把唐三紧紧抱进怀里，力气大的几乎要把他揉进骨血。好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！唐昊一遍遍重复，语气里满是失而复得的狂喜和释然，多年积压的疑虑、挣扎和痛苦，在看到昊天锤那一刻暂时烟消云散。无论这具身体里的灵魂是谁，只要能觉醒昊天锤，就意味着他是昊天宗传人，是他唐昊的儿子。唐三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一怔，很快沉浸在盼了多年的父爱里，眼眶微红。从小到大，他得到的只有冷漠和酒气，这一刻的温暖，他等太久了。偏偏就在这父慈子孝的时刻，门外传来老杰克熟悉又让唐昊烦躁的声音：“唐昊，唐昊，你在家吗？”唐昊身体一僵，松开唐三，脸上的温情瞬间褪去，他恢复往日冷漠，压低声音：“把武魂收起来，不许让任何人看见。”唐三连忙收回昊天锤，心里对打断这份温情的老杰克生出不满，哪怕老杰克一直照顾他，也抵不过此刻的失落。门外，老杰克音量更高：“唐昊，你是不是又喝醉了？快点开门！”唐昊不耐烦地起身：“来了，吵什么吵？”破旧木门吱呀作响，像随时会倒。老杰克一见唐昊，拐杖往地上一戳，气势汹汹：“我告诉你，唐昊，你要是还认小三这个儿子，就赶紧给他准备东西。3个月后我来接他去诺丁学院上学，你可别耽误孩子前程。”换成以前，唐昊多半会直接拒绝，可现在不同，唐三已经露出双生武魂的逆天天赋，必然要踏上魂师之路，继承昊天宗荣耀，所以他只是挥手，语气平淡：“清楚了，哪都有你。”老杰克一愣，随即露出胜利笑容：“算你还有点当父亲的样子。3个月后我来接小三。”他拄着拐杖慢慢离开。唐三因为心里还在埋怨，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送，只躲在屋里回味刚才短暂又温暖的拥抱。与此同时，我家的院子里天色渐暗，
我看着桌上剩下的10个大馒头和空荡荡的菜盆，整个人都麻了。为了测试觉醒后的饭量，我特意蒸了30个拳头大的实心馒头，还炒了满满一盆青菜。等中午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再次出现，我才开始大快朵颐。结果我足足吃下20个大馒头和一整盆菜，才勉强有饱腹感。这也太能吃了吧！我揉着平平无奇的肚子，一脸不可思议。这还只是一顿，照这样算，一天至少60个馒头才能填饱肚。斗罗大陆普通馒头大概1铜魂币一个，天天买馒头，一天60铜魂币，一个月1800铜魂币。就算自己做，成本减半，一个月也得900铜魂币，再加上蔬菜、肉类，日常开销1个银魂币都不够我造。斗罗大陆货币体系很简单，1000铜魂币等于1银魂币，10银魂币等于1金魂币。我这几年省吃俭用，卖粮食和鸡蛋，也才攒了13枚银魂币和几百铜魂币。照这个吃法，更别提读书，不出半年我就得坐吃山空，要不还是加入某个势力算了。我嘴里嘀咕，心里却很清醒，不到山穷水尽，我绝不会这么做。只要顺利成为魂师，麻烦就能缓解。魂师每个月能领取1枚金魂币补贴。以前我对金魂币没认知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对普通平民而言就是巨款。金魂币是魂师世界的货币，普通百姓平日里用的多是铜魂币，两者完全是2个圈层。可新的担忧又冒了出来，我的胃口该不会随着魂力提升越来越大吧？我摸着依旧平坦的肚子，心里有些犯愁，塞进去这么多东西，肚子却没有半点鼓起，实在太诡异。算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想，先修炼要紧。我摇摇头，一个小跑加跳跃蹦到床上，盘膝坐好，闭眼尝试按照素云涛教的方法冥想。然而刚做没多久，我脑袋就不受控制的一点一点往下垂，最后咚的一下，彻底栽了下去。我竟然直接睡着了。可我不清楚，真正的异变才刚刚开始，一缕缕细微经文从我眉心浮现，像有生命一样缓缓向4肢百骸蔓延，最终布满全身。我的身体不自觉从坐姿变成平躺，体温逐渐升高，皮肤泛起淡红，血液流速比平时快了数倍，仿佛某种蜕变正在体内开启。按常理，这种变化必然伴随撕心裂肺的痛苦，可我睡得很沉，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。在梦境里，我来到一片极其诡异的纯白空间，没有天空，没有大地，没有任何参照物，只有无尽白色。白色空间中央，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静静漂浮着，他双目微睁，面容清秀俊美，像精心雕出来的玉像，可眼神空洞，没有一丝光彩。我看着眼前景象，竟然没太惊慌，连穿越都发生了。再遇到奇怪的事，好像也没什么不能接受。凭我多年网文经验来看，这里大概率就是我的金手指，而那个漂浮少年很可能就是金手指本体。只是这家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我皱眉打量，心里满是疑惑。我可以确定自己从没见过他，可那种莫名熟悉感一直挥不散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，慌。少年纹丝不动，连眼皮都没抬。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我有些无语，又认真观察他的容貌，脑海里忽然闪过几个关键词：蓝银草、先天3级魂力、觉醒后突然暴涨的胃口、沉睡中出现的金色纹路。一个名字猛地浮现，唐武林。我一字一顿念出这个名字，眼神里全是震惊和不确定，仿佛真名被唤醒，某种奇妙共鸣瞬间爆发。少年身体突然亮起耀眼金光，照亮整个纯白世界。紧接着，他像离弦之箭一样朝我冲来，我只觉得一股强大力量砸进脑海，无数信息疯狂涌入，剧痛几乎撕裂意识，我连惨叫都来不及，整个人瞬间陷入黑暗。所以，我并不是因为睡得太死才没被身体异变惊醒，而是这股突如其来的剧痛直接把我冲昏了过去。此时，我身体表面的金色纹路越来越浓，体内魂力依旧是3级，却变得更加精纯凝练，流转速度也快了不少。而我那像饕餮一样的胃口，真正源头终于浮出水面。唐武林的灵魂碎片正在与我的身体融合，龙王血脉的蜕变已经开始了。